每天5分钟，了解天朝大瓜，安安静静当个吃瓜人。在安徽省的马鞍山，有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秦才东，他学习的是材料科学，回国后专心当起了一名科研个体户。后来，他发明了一种组合物，提供给患有癌症的病友使用，结果犯了生产假药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等数罪并罚，判处罚金15万人民币和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仅仅一天，将近30万网友留言。江西网友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事情，因为秦博士被抓导致无药可用，现在人已经死了。他生前最大的希望就是秦博士能够被放出来。河南网友，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伟大的人。江苏网友，厉害了我的国，你让我有足够的耐心，一次次的为我们大中国点赞。湖北网友，我不是药神里那个大娘说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治病的药，你们非要说是假药，这药假不假我们不知道吗？江苏网友，他肯定是伤害了所有医院和药商的利益。药厂说什么是好药，就是那种有用但是不能根治的才是好药。安徽网友，这不就是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现实版吗？安徽网友，牛逼啊，英雄！这要是在古代，就算不被立碑表彰，也得御赐个牌匾吧。广东网友，现实版的药神一被曝光，那300个人活着的希望就开始被摧毁了。1月5号，河北省天然气断供的消息，经过几个月的雪藏，终于冲上热搜。当地居民无法做饭，无法取暖，一停就是1个晚上。家里有小孩子和老人的，晚上睡觉都是问题。这个是做饭用的小锅，这个是去地里捡的一些柴，大队给了一个电暖器，也不舍得用，太费电了。这个是我们取暖用的大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有好多吃饱了没事干，一门心思盯着老百姓，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折腾老百姓的狗屁专家。截止发稿前，单个视频就有将近16万网友留言。上海网友，炉子都给人家拆掉，现在你天然气不够用了。我补充一句，有的地方的做法更加王八蛋，直接用水泥把人家供暖的炉子封死。天津本地网友，禁止烧煤、烧柴火，搞环保的专家和教授，你们出来一下。山东网友，坏人都坏透了。江西网友，我靠，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天然气还可以断供的。广东网友，支持烧柴火，老祖宗留下的不能丢。广东网友，强制拆炉子，然后供气各种不行。北京网友，终于有媒体发声了。辽宁网友，去年把人家做饭的炉子封死的是哪里？河北本地网友，我家的从安上之后就没有正常过，你们想象一下，现在的腊月寒冬，在北方没有暖气是该有多爽。河北本地网友，我就是河北的，我们村里用的就是中燃的气，现在买不上气。河北本地网友，终于上新闻了，2月了，整整2个月了。河北本地网友，终于爆出来了，个别地方都冻2个月了。河北本地网友，保定这里天天晚上10点停气，我们的天然气费用都是提前交的。1月4号，在海南省三亚市，有环卫工人拒绝接受某一家烧烤店的私活，被烧烤店的老板娘辱骂，还有吐口水，还说你不就是个扫地的吗？广东网友，这个是这家烧烤店的地址，这家店不倒闭，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上海网友，扫地的怎么了？扫地的更光荣。海南本地网友，这家店铺赶紧的倒闭了吧。海南本地网友，我点赞了所有给这家店铺的差评。北大的一名教授建议恢复土葬，火葬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讲慎重追远，入土为安。可是我们家的老人去世了，辛苦一辈子了，再用一把火把它烧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为什么要火葬？是要土地是吗？烧了以后不还是会埋到土里边？那你烧它一下干嘛呢？直接埋了和烧了以后再埋，哪个对环境好？烧了以后它的灰不都跑到空气里了？哪个污染空气？他想让你白交一笔钱呢？另外，他对逝者的不尊重，谁愿意把自己家的老人再烧一下？要想恢复中华的文化复兴，一定从尊重老人、尊重逝者开始，因为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河南网友，这才是真正的教授，给这位教授点赞。其他那些不说人话的教授，这就是你们应该学习的对象。他真正的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请尊重老人，让活着的人心安，让死去的人得到最起码的尊重。湖南网友，这才是有良心的专家教授。四川网友，火葬是大气污染且范围广，而土葬只是局部污染，孰轻孰重，广大老百姓心里清楚得很。贵州网友，这个确实应该支持有良心的教授，最正常的教授。安徽网友，终于见到有良心的专家了。1月5号，在河南省商丘市，一名医生把病人家属偷偷给自己的红包通过住院号又充到病人的账户上，表示收红包是为了病人安心，还红包是为了自己安心。这一个习惯已经坚持了10几年。河南网友，这样的医生太少了，应该提为院长。河南网友，在南京给我爸爸做手术的时候，我送了5000块钱，医生收了之后我很安心，手术之后钱给我充到住院费里面了。广东网友，这才是有良心的医生，现在好多医生都不配叫医生。